我从你身上学到的一件事是，看，归根结底，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能够向世界提供更多的情报。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甚至可以说是每瓦每美元的代币，对吗？这最终将有助于世界繁荣。所以，我只是想，也许能够了解您对这一切的看法。也许事实上可以从我们行业的开端开始，这就是摩尔定律。你真的把摩尔定律放回超光速引擎？也许您想谈谈，事实上就在我身后是您分配的 GB200，我们现在正准备将其投入大规模生产。所以我只想让你们谈谈摩尔定律的好处，这实际上是如何代代相传的。很高兴来到这里，萨提亚。事实上，2年前我们刚刚在 Azure 上一起推出了全球最大的 AI 超级计算机。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正在和格雷斯·布莱克威尔一起全面制作。我们正在 Azure 中加速和扩展并构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所以，这只是2年后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在此期间，我们在整个堆栈上进行了创新，这是计算工作方式的重大变化。现在，如果你愿意，不仅仅是处理器运行静态软件，堆栈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的处理器发生了变化，我们的 MV 链路已经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扩展到更大的计算节点。它是液体冷却的，架构是 FP4 张量核心。我们现在能够通过超快速链路连贯地连接 Grace 和 Blackwell， 这在 KV 缓存领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正在谈论这些大型代理模型和代理劳动力工作负载。因此，所有这些东西与我们在 Azure 上的新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中的新CUDA算法和新模型技术相结合，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比 Hopper 加速40倍，比 Hopper 加速40倍。这只是一个疯狂的速度，在短短2年内。不，只是难以置信。事实上，你知道 S 曲线的复合类型，对吗？你的创新，我们的创新结合在一起，最终推动前沿向前发展，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你教给我的另一件事是，我将永远记住。即使是2个组织之间的光速执行，也是实现这一权利的一种方式。事实上，你知道，在我们的机队中，正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我们拥有所有几代 NVIDIA 和即将到来的新一代。你想谈谈摩尔定律和速度在推动创新方面的相互关系？是的，这是我们2个组织的疯狂执行。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可以超链接了。事实上，当技术每一代移动40次，每2年移动40次时，你真的想每年升级？你不会想每4年就等着建造一支庞大的舰队吧？你想每年积累少量的钱？每年假设它比去年快10倍。因此，你知道，如果你愿意，你的成本平均或更高，或者与整个车队的平均性能相反。所以你想要创新，你想要每年集成新的数据中心，新的计算机架构。当然，复杂性在于你和我所做的工作不再是制造个人电脑，他正在建造这些巨型人工智能工厂，规模令人难以置信。这项技术非常复杂。对于我们的组织来说，现在每年都在创新，需要真正的类型集成，这就是挑战。但是好处呢？不可思议的。是的，我认为这一点是关于机队的物理特性，对吧？不断利用每年出现的数据，并每2年复合40倍的改进。然后舰队本身将在那里存在4年、5年，其好处将贯穿始终。事实上，谈到这一点，你甚至在谈到第1点时提到的另一件事是软件。你在 CUDA 中所做的创新，我们在端到端应用程序中所做的一些系统软件工作。我们甚至谈论了很多关于我们正在做的新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器。你知道，
当我查看一个应用程序及其性能时，无论是延迟、COGS， 甚至是智能技术或提示缓存，加上发生的其他一切，都会产生巨大的差异。但是你想谈谈软件的复合效应，它会增加我们一起做的所有事情吗？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关于稳定的、可编程的、拥有丰富的生态系统的计算架构图片。因此，与此同时，当我们坐在这里执行从 Pascal 到 Ampere 到 Hopper 到 Blackwell 到下一代时，我们所有的软件架构都是兼容的。因此，丰富的工具生态系统和所有在其上开发的开发人员，他们急于在其上开发，因为安装基础是如此之大。他们渴望在此基础上发展，因为生态系统如此丰富。所有这些使他们能够深入投资于增强他们的模型和算法，以及运行时间和编排层，因为这会影响并使整个车队受益。因此，当我们每年都坐在这里执行新一代架构时，我们仍然希望架构兼容性。我们希望丰富的生态系统保持稳定，以便软件开发人员的投资、所有人工智能开发人员的投资以及所有基础设施客户的投资能够在整个车队中进行分配和摊销。是的，事实上，你知道，我们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是，鉴于我们现在拥有的机队，我们能够在整个机队中利用这些软件进步。我认为这是人们不理解的事情之一，即使是多年前从你那里运来的东西也受益于软件的进步。没错，持续不断。廖斗，我们已经给你运送廖斗2年了。在这2年的过程中，通过新算法，我们可以说 Transformer， 我们可以说 Llama 70B。在过去的2年里，我们将性能提高了40倍，将廖斗淘汰了40倍。在过去的2年里，廖斗上的廖斗增加了40倍。我们通过各种方法做到了这一点，比如飞行中的配料和猜测解码，以及推理引擎下面的各种新算法。我们愿意，当然还有所有的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他们希望投资改进 CUDA 的架构，因为他们知道安装基础非常大。无论他们做什么工作，都会让车队受益匪浅，许多用户也能从中受益。所以你愿意把你的全部，你知道，你所有的心和灵魂都奉献给优化算法和架构，因为安装基础是如此之大。这说得太好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新的 GB200 即将推出，意味着一些正在进行尖端新培训的人将去那里。与此同时，我们还在 Azure 容器服务中提供了 GPU 舰队的一些软件增益，以便他们可以在其上运行任何代理。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能够针对延迟齿轮和性能前沿的各个不同部分调整机队的能力真是太棒了。您的工程师和我们的工程师目前正在优化安培10秒和100秒的运行时间。美妙之处在于，因为我们对保护、提高开发人员生产力和开发人员价值在架构生命周期中的重要性的自然理解，我们支持软件，并在我们有生之年对软件进行微调。这就是我们2家公司之间的事情。我们致力于所有开发人员。是的，我知道，那是绝对的。我想解释的最后一件事是您谈到的另一件事 ，GPU 比一个人工智能工作负载更广泛。坦率地说，这是你长期以来一直拥有的加速计算愿景。但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好处，因为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带来许多不同类别的工作负载。这意味着客户当然可以将该机队用于尖端的人工智能，但也可以用于许多工作负载。但是，您想谈谈利用率及其工作负载的多样性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CUDA 的好处之一是安装基数如此之大。CUDA 的另一个好处是，一方面它是一种加速器架构，另一方面它对于一些最繁重的工作负载来说是相当通用的。我们的2个团队正在致力于加速数据处理，将数据处理加速20x、50x，
转码视频、各种图像处理模型、推荐系统、矢量搜索引擎，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算法都完美地映射在 CUDA 之上。因此，通过我们的计算机科学家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加速一个又一个工作负载，一个又一个工作负载。因此，当 GPU 的长尾和所有前沿模型转移到 Blackwell 和 Futures 时，我们留下了这个计算舰队，它仍然比可用于所有这些不同工作负载的通用计算快几个数量级。因此，我们的工作是确保数据中心的机队和工作负载，所有工作负载都得到充分加速，车队在车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得到充分利用。这太棒了，很好地抓住了真正的本质，对吗？最终，这不仅仅是代币，而是每瓦、每美元的所有工作负载。随着我们继续跨越硬件和软件界限进行创新，并最终为我们的客户带来复合效应，我们真的能加速所有这些吗？非常感谢你的合作，詹森。感谢 NVIDIA 的每一个人，感谢你们所做的出色工作。很高兴看到这两家公司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许多架构，现在已经有了完整的新闻。我想说，计算的出现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但我认为这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再次感谢你，萨迪亚，感谢您的合作和领导，以及我们两个组织之间建立世界上最先进的基础设施、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厂的合作，真是令人高兴。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人工智能已经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这真是令人兴奋。这是最好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还在后头。太感谢你了。